美国时间4月20日 ，CME 芝加哥交易所的 WTI 西德州精制原油的5月份交货的期货价格跌到了-37.63美元一桶。本来以为这次仅仅是美国资本收割美国韭菜，我们隔岸观火图个乐呵，没想到这把火倒是烧到我们自己的尾巴上来了。在 WTI 原油跌成负数，最后按照负油价进行交易的倒霉蛋里，竟然有中国银行的身影。有中行旗下的产品原油宝的投资者表示，购买的原油宝在北京时间20号晚上10点停止交易，之后收到银行通知，要求按照-37美元的价格结算。据财新报道，此次中国银行亏损超过90亿人民币。那么这次中行原油宝翻车事件到底是谁的过错？近100亿亏损，最后又由谁来埋单呢？且听我来分解。大家好，欢迎收看阿麦学理财。复盘整个事件，阿麦觉得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对于中国银行和原油宝的投资者，应该各打50大板。中国银行错在哪？第一，诱导性宣传，隐瞒真正风险。中行原油宝产品虽然不带杠杆，但是挂钩了国外原油期货，价格的波动巨大，产品风险等级要高于 R6。R6 对应的风险指的是本金可以全部赔光，已经超越了银行对客户的风险等级要求。然而银行却将其与理财产品混在一起销售，并向不符合风险等级要求的客户开放买卖。为了吸引投资者购买，中行可谓是用尽了浑身解数。宣传产品的时候丝毫未提及可能的高危风险，投资小白们只需要通过银行手机 App 做一个简单的风险测试，达到 C3 平衡性投资者以上就可以购买了。实际上原油宝产品的投资者大多数是听信了银行工作人员的热情的忽悠下购买的，也或许银行工作人员自身都对产品的风险一无所知。第二，未尽应当的职责和义务。作为国内4大行之一，中国银行应该保护投资者的财产，保卫国家资金。正常来说，对于原油期货的纯投机交易者，不管石油基金 ETF 还是银行的只石油产品，都会选择提前1个礼拜以上去交割。比如全球最大的石油 ETF 基金美国 USO 基金，同样的工行、建行的只石油产品等，通通是在4月14日或者之前就完成了移仓。提前1个礼拜移仓，应该说是业内的默认规则，或者说交易常识。但我们发现中行似乎缺少这样的交易常识，竟然匪夷所思的把旗下原油宝拖到了交割日之前的最后一天才去移仓，导致白白的损失了投资者的血汗钱，流失了国内财产，喂饱了海外资本。第三，22点停止交易，产品设计缺陷，没有提前移仓也就罢了，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行在20日晚上22点就停止了所有原油宝的交易，但最后却是按照21日凌晨2点半的最终结算价-37美元来做结算。20日晚上22点之后的 WTI 原油正好是波动最大的时候，投资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油价暴跌，从10美元到0美元，再到-40美元，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机会来进行止损。有一个最形象的比喻，投资者本来打算从2楼跳下去，最多摔个骨折，结果中国银行把投资者绑住不让跳，然后带到了天台再推下去。可以说中行原油宝产品设计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那么原油宝的投资散户又错在哪？第一点，贪心抄底进虎口。3月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下跌，看着国家一批批油轮组团去中东囤石油，也勾起了大批投资者抄底的想法。相对于高风险高门槛的原油期货，很多投资者蜂拥抢购银行推出的低风险和低门槛的只原油产品，并一度买爆。有的投资者在3月30日在20美元价格抄底，没几天4月3号油价就涨到了28.34美元，暴赚近50%。这个时候没有选择获利了结，那么噩梦就此到来。抄底期货可不比抄底股票，期货市场暗流涌动，内藏杀机，不是普通散户玩得起的。第二点，缺乏投资知识，风险意识淡薄，光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揍。不少投资者对于银行只原油抱有的想法是，银行产品最安全最靠谱，又是大银行肯定错不了。对于交易规则和投资风险，不少投资者则坦言没管那么多。对于原油宝产品的性质、期货的原理、里面的风险没有经过学习甚至了解，这就好比连规则都不看就参加了一场赌博。复盘整个事件，我们能学到什么呢？一，正如巴菲特一直说的一句话，认清自己的能力圈边界，乖乖的待在里面，不在自己能力圈内的投资不要买。第二，老法师也会翻车，对市场要保持敬畏之心。第三，不随便购买别人推荐的理财产品，或者向别人推荐理财产品。我是阿麦，和你一起学习投资理财，我们下期见。